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成发言人、尹乃菁小姐、洪孟凯委员、李彦秀委员、林珍羽议员。好，那么川普他把他的国安顾问Watts 把他 fire 掉了之前呢 Watts 就在那个他那个 Signal 群组里面呢，把那个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放进来，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打也门啊，一大堆那当然弄完了以后呢，记者这个去攻击川普他们还替Watts讲话，可是那时候已经种下Watts要离开的这个契机了就那个时候已经种下这个原因了那但是也没有把他真的 fire 掉，让他去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那所以北约就担心，因为这个Watts呢是挺北约的大将，对台湾也很好所以担心说怎么换个什么人来现在用那个这个国务卿去兼好，那么卢比欧现在身兼4职所以呢，他们就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季辛吉那时候也不过兼3职然后说习近平也不过兼3职，不过习近平兼的3职跟卢比欧的4职是不太一样的，不能用这个数目来比较了4职加身，说美国从来没有这种记录所以《纽约时报》故意开玩笑说比习近平还多了好，那现在不只是国安顾问这个换掉了，副顾问也换掉了那美国副总统还说呢，是升官这原来不是个顾问现在驻联合国大使你知道美国当了大使一辈子都叫大使美国有3个职位至少我知道的，一个参议员，做过参议员一辈子都叫他参议员，退职还叫他参议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海军上将 Admiral 这种上将另外一个呢就是大使 Ambassador 所以呢只要当过1天大使，一辈子呢称你大使那现在呢说有台派下台，什么叫有台派？就是Watts是有台派，另外他的副国安顾问黄之汉也下台了这2个一起下台黄之汉有可能是顾问请来做副顾问了那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川普说，相信他在新的职位上也会继续以美国利益优先。瓦尔兹则发文表示，能继续为川普及伟大的国家服务，深感荣幸。川普也宣布，国务卿卢比欧暂时兼任国安顾问。卢比欧成为季辛吉之后，同时担任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的第1人。《纽约时报》以全能部长称呼卢比欧，副标题是：现在这位前佛州参议员掌管4个政府部门，权力超过季辛吉，甚至赢过只有身兼3个头衔的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Marco Rubio,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Marco, when I have a problem, I call up Marco. He gets it solved. 川普这项人事决定来得突然，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例行简报中得知这项消息。It is clear that I just heard this from you. 今年3月，川普国安高层以 Signal 群组沟通对也门叛军胡塞组织的攻击计划。沃兹把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拉进群组，爆出泄密争议，媒体紧盯谁应该为这个泄密事件负责。阿沈怎么看？卢比欧，我就接你的话，像台大医院，有一些人当过教授，部定的教授，你想我也是，但是我从来不吹牛。那有一些当过教授，他卸任以后离开以后还是叫屁喜欢人家说他屁 ，professor， 所以就好像科屁嘛，科屁念不忘，连选举的都叫科屁，以后叫你审批那我告诉你，这个给他联合国大使这个位置是给他留一点面子因为川普最看不起联合国，你是做联合国的代表，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而且在纽约也没有真的在外国。川普这个人的个性，在中外历史古今到现在，我认为这种好像暴君一样，好像独裁者一样，本来个性就喜怒无常。这种人他再把你升到最高的官，你都不要去，因为人家叫什么？伴君如伴虎还有一句话叫逢君之怒。如果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最好躲开一点，你不要在他前面了。但他喜欢你的时候，他觉得你这个人可以可爱。你像马斯克，把小孩背在肩膀上进白宫还进去开内阁会议，对不对？你看这嚣张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不喜欢你的时候，就好像 Watts 跟一些阁员前一天还尽他们的所有的能事去拍川普的马屁就跪舔他们的屁股
讲一些好听的话，无所不做，一点羞耻都没有。啊，你以为讲赞，我起码睡眠就好哎。你要看我呢真的就是朝中的红人啊，没想到第二天就没了。这是川普的个性，所以我们讲川普从那个对等关税到今天啊，我们台湾有一度是想要排在第一排，赶快去跟他谈。你现在回头看啊，排到第一排是不好的。你晓得第一排是以气势登昂的心在那个时候你去跟他谈你也许谈过头了。像越南就讲说我零关税笨死了啊！所以你现在让他去碰一碰困难的国家，那最后他会妥协一个程度啊！你心里有那个谱以后，你才晓得你要拿什么东西跟他交换。川普这种人啊，我觉得他是无所不为，目无法纪，目中无人，什么都干。所以呢，他今天喜欢你，你就让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他不要你，你就拜拜再见了。所以你看我们等一下恐怕也会谈到，就是川普这一个人到现在为止啊，只赞美过4个人，有3个是独裁者，而且是他有一点顾忌的，而且都是他的敌人。一个是普丁，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金小胖，他都讲 ，You're a good man, you're a nice man, I like them, 我们 get along very well, 怎么样，讲了一大堆的好人啊，那都好人，只有一个不是他的敌人，而他拿他是有一点没办法，他已经请他1次到海湖山庄吃饭，然后呢，最近又2次请他到白宫演讲。他这个谁？这是黄仁勋啊。黄仁勋呢？为什么昨天晚上股票会稍微涨了一下？因为他借这个机会，只有黄仁勋有这个胆子啊，他去给川普讲：“你叫我这个不能卖，那个不能卖，我是照你的规格不卖的。我制造好以后，你又说不能卖，你晓得这没有用的。你这个只是帮了华为，你害了我。”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有谁敢啊？我们台湾没有一个官员敢在川普面前讲这种话。他说你是害了我，那最后我们跟不上，都是你。他真的是敢这样讲。那之后人家问川普说黄仁勋怎么样？他说 He's a smart cookie， 你知道？你回去查查看，当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叫他 cookie， 是好还是坏？是又爱又恨？又拿他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刚刚这样我刚刚在想说，我们其实还比老美文明一点我们最多是讲说拍马屁，他是舔人屁舔人屁，这个话都能讲出来那个川普，而且他是讲各国领导人他们排着队来 kiss my ass 不能讲屁的，讲屁屁。好吧，马斯克现在走了，拜拜。他这个前2天在川普的那个会议呢。说呢，他很荣幸能够帮这个政府服务不过呢，他自己要回去看他的公司了，因为据说他的这个 Tesla 的董事会已经在外面找猎人头公司要去找替代人选大家不要以为说非要你不可，没有这种事情的贾博士当时苹果也把他干掉的，后来混不下去才把他找回来，因为这些公司总觉得认为没有你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这个马斯克搞的这个，大家都现在起码美国我看有60%人是讨厌他的所以马斯克苦笑说他们喜欢烧我的车，你很难去烧川普的车嘛，对不对？他有特勤人员啊，你根本接近都接近不了啊，你也不见得接近得了马斯克这个本人，他可能也有他的这个随护啊等等，但是车子我烧你的车，戳你的轮胎，划你的车身总可以吧？把你车给你烧了所以他说他们喜欢烧我的车。也这种也是苦中带笑了那特斯拉从这个马斯克到白宫已经跌了71%了那民主党人讨厌他然后呢反对他的人讨厌他，外国人讨厌他，中国人现在也跟着讨厌他，所以他车子怎么办呢？所以呢，不过马斯克说我的公司还没有濒临死亡，还有救，我要回去救他了。我现在不要再搞什么削减什么政府的预算了，而且我已经完成不少事情了，已经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100天衰减这么多预算了。我要回去看我的事业了。我们看一下。Well, Mr. President, they say I wear a lot of hats, and as you can see, it's true. 头戴美洲湾帽子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有点强颜欢笑，但川普看出他的委屈。You have been treated unfairly, but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really respect and appreciate you. Well, they do like to burn my cars, which is not great. Could be better. 这几天还是有特斯拉店家遭到纵火喷漆，甚至有消息称特斯拉董事会忍无可忍，想换掉马斯克。不过特斯拉董事长丹侯说这是不实的报道。美国媒体则指出，马斯克已经向白宫道别，也难怪那个会上显得离情依依。You know, you're invited to stay as long as you want. At some point, I guess he wants to get back home to his cars. 马斯克争议不断，最近连澳洲大选辩论会都在讨论他。Tesla and a very rich man. Mr. Dutton? I think evil genius. Evil genius. 但相比马斯克的动向，全世界更关注的还是关税谈判进展。I understand you have a deal with South Korea, Japan, and India. You already got it. When are you announcing it? Well, we have potential deals with them, yeah. But I'm in. Okay, I'll tell you this. I'm in less of a hurry than you are. 川普还是坚称美国站在更有利的立场，是别的国家更需要他们。反正川普呢，这个虚虚实实啊，你不知道他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是讲真话，什么讲假话，一下吓你啦，一下这样啦，一下那样啊，等等哈。然后呢，最后都是我的功劳哦。那个黄仁勋要来投资哦，这个5000亿美金啊，然后呢，台积电啊要来投资2000亿美金，因为他们怕我的关税。所以呢，最后他们都要讲，都是我的功劳，跟他们无关，不是他们爱来的，是我逼迫他们来的，好吧？在马斯克要走以前呢，临去秋波呢说要去修理联准会，所以联准会花了25亿美元去整修，哇，25亿很多钱呢，哦，但是花什么钱要整修？那联准会表示是因为建材跟劳工从2021年开始呢一直上升，持续升高，哦。当然可能还不止了，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费用了等等但是25也不少，所以马斯克说，叫你降息你不降，我现在来整你，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再批中国大陆，说他是头号剥削者，就剥削我们美国了哈。赚我们美国钱赚最多嘛，所以是剥削我们啊。那大陆呢是说呢，他们正在进行评估，如果要打，我就奉陪到底，跟你打到底；要谈，我的门敞开，随时可以谈啊。但是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行不通的嘴巴说然后呢做的是另外一套那香港的南华早报是说，北京在观望哪个川普的顾问占上风，因为他顾问斗来斗去啊。到底财政部长呢？商务部长呢？国安顾问呢？国务卿呢？到底谁呢？联准会呢？所以他们也在看，到底要听谁的其实很难看，变来变去那另外呢，大陆的学者说其实川普美国这个大陆也有不少这个高阶官员去啊，美国也不要谈呐。所以你们是要谈什么呢？王毅2月就在大陆，在纽约，你也没有人来联络不过那时候因为川普才刚就任那现在他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也在美国还在开会啊，你们也派人来谈没有啊？你们嘴巴说要谈，你没有啊？只有川普你想自己谈你根本不想透过你的部长去谈你想到时候这是我谈的成果，你只想跟习近平谈其他人都不想所以呢你要谈真的还假的然后呢又骂大陆，又说谈判所以呢，大陆的媒体说呢，你越是频繁释放消息，越显出你呢很急切，想要赶快谈，否则就不讲我们不动如山跟我每天讲来讲去呢那说呢，这个川普可能会先眨眼示好，所以呢，美中贸易战可能有降温的迹象但是川普还是骂了说那个货船上堆满了大陆货，很多我们美国不需要我们要那个货干嘛呢还骂那美国现在怕大陆洗产地，大陆也呢防美国洗产地，联手巴西跟阿根廷，说呢美国的大豆去检查蛋白质光谱基因跟土壤同位素，就可以查得出来这个大豆哪里来的。所以有一批阿根廷的这个标明是阿根廷的30万吨的大豆，然后呢因为检查蛋白质，发觉根本是美国的原装麻袋。美国的大豆经过阿根廷洗产地退货所以呢大家都在搞，都在防洗产地，我洗产地，你也洗产地，我防你，你防我那现在呢，巴西的总统因为这个鲁拉本来就反美了他说呢大陆令人钦佩，
美国应该被我们共同抵制，巴西愿意跟中共呢站在一起哈。黄仁勋去劝川普是说，你现在要抵制大陆 AI， 全世界 AI 的研究人员一半数是中国人，所以你也不要幻想 AI 能够很快的胜中国，而且中国 AI 跟你没有差很远，你现在只抵制他，就自己搞他自己的。我们既然卖不了他东西，他将来还追上你，那你这个到底你这个目的何在呢？我看一下。纵使美国总统川普频频放话说中美已经在谈，但中方丝毫没有接球意愿。直到5月1号凌晨，大陆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独家披露，表示美方近期已透过多种管道主动与中方接触，中方也在評估中。過沒多久，大陸商務部也間接證實了大陸官媒說法。商務部發言人話，中方注意到美方高層多次表態，話願意同中方談判。重申中方嘅立場始終如一。中國大陸官媒重申要打奉陪到底，要談大門敞開的立場，即使要坐下來談，也不能讓川普予取予求。101天是川普第2任上任的时间了。那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全世界当然都对着美国这边来做一个波荡起伏。可是记不记得？我觉得连同上一段节目到现在讨论到，川普第1任的时候，其实他的任期后面也有很多的官员，原本他任命的，到最后不欢而散，或者是说可能跟川普政府这边有一些这个维持。那甚至我记得第1任的最后时候，有一些职务悬缺的比较久。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是说他在第1任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治理上面的一个困难，或者说治理上面的盲点。在第2任的时候，现在也看到有类似一个情况。那对川普总统来讲，他现在一定会有他的一个焦虑感，或是说一个急迫性，因为毕竟大家在他第2任在选择总统的时候，其实他就强调的是，他可以很快速的解决过去拜登政府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又看到他的民调也有所谓的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满意其实是高于满意的。所以某种程度看起来，他现在3个月的一个任期的时候，他一定是急于想要再做一些突破。那关税提出来到现在也差不多是1个月左右的时间，但目前为止，全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确实已经有跟美国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或者是谈判的一个空间。所以我想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川普对外他国际情势来讲，不管是关税的一个问题，或者是说这个乌俄战争等相关的一些战场，他都希望赶快取得一个顺利的成果。对内，美国人民其实大家还是强调民生最重要，经济最有感，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让美国人民能够感觉到说经济有好转，这也是川普总统他任内应该要现在大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大家也都讨论很多，就所谓的川普个人魅力啊。我觉得川普个人魅力确实，他有他的个人魅力跟强烈的领导风格，但是不要忘记，选举的时候大家看个人魅力是一回事，执政的时候大家看个人魅力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说，在现在的一个观点上来讲，我觉得美中2大强权，他第1任的时候是美中2大强权的一个贸易战，但第2任现在看起来他是用全面性的一个关税，我觉得对于现在看起来谈判的压力，在美方这边会多一点，因为他某种程度上他需要赶快拿到他自己出了牌之后，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拿到成果。那今天上午我必须再说一下，今天上午我也刚好因为赖清德总统来到我们新北市，跟我们产业界来座谈，侯友宜市长以及我们新北的好几位民意代表也都共同出席。其实我觉得在产业界里面讲到的心声，都有讲到台湾65%是电子产业，相对来讲，因为我们的电子产业布局比较早，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台湾的关税真的有谈判的空间过程里面，其实电子产业还有其他的布局策略，但是对于35%的传统产业都是跟在台湾的，其实这个影响才会是最深。也因此，我们都一直强调是说，政府部门现在应该要看到的是35%的传统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在这一波关税战里面，怎么样能够扶植补助，并且降低对他们的冲击。我想这才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应该要面对的事情。这个传统产业养的人最多了，用的员工，而且中小企业它是最没有办法说马上灵活的变化。是的，没错。川普上101天，对内对外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都面临很多挑战。对内他
无论是赵大哥刚刚讲的，他内部人士的斗争也好，或者是一些不适任的也好，或者是马斯克他内部他过去裁了很多的这个联邦的员工，造成内部的很多纷争哦。无论是大环境的情势所逼，或者是马斯克必须华丽的转身离开，这就是白宫现在内部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白宫内部的人事改组之外，美国对内它现在物价的通膨，还有包括很多企业反而现在找不到员工，看起来好像说川普好像说，我在处理我的失业率，但是短期之内很多企业反而是现在在裁员。我看到包括这一个月美国，比如说加州，它的失业率反而在年轻的失业率是提高的哦，所以我觉得相对的看到川普的这个支持度，反而在美国内部它有它一定的压力。对外，他当然希望在关税的部分可以拿到成绩。无论是拜登过去，他对于全球化去处理很多经贸的议题，他深知到全世界其实在经贸的谈判不可能脱钩，我们只能想办法去风险化。但是我也深信，就是说，川普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外界看到的是两边都一直不断在喊话，但我相信他们美中两边是一直不断的在谈，到底真的有没有谈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必须要谈的是，我们台湾是浅碟型的经济，无论是美中如果是稳定的发展，我们去年光是我们对中国大陆的顺差有将近750亿，我们对美国的顺差有650亿，所以美中这两个国家当然都对我们非常重要。以台湾浅碟型的经济来说，我们在经贸、在农业、在工业的出口上面，如果有一个小小变化，对我们影响都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只大象在吵架，我们如何自保？我觉得才是赖政府现在要思考好的问题，而不是整天只有内斗。梁伟珊。其实中国应该现在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我们看到它透过官媒，其实中国的官媒大概有2个作用啦，一个就是对外喊话，第二就是对内信心喊话。那因为现在中国内部确实是面临很大的失业潮，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它的经济状况一直在走下坡，那它的经济成长率也是持续在下滑当中。那所以他们这个内部压力其实非常大，尤其在这次关税战之后啊，他们内部其实很多就面临了失业潮，或者说很多工厂倒闭，甚至是发不出薪水的状况。那其实内部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上街抗议的状况。大家要知道，中国要有人上街抗议，基本上不太容易，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控制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那还有愿意让走上街，就代表说它内部的种种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极大的压力，它需要尽快去跟美国来进行谈判。那所以你会看到它想尽办法要递出一些橄榄枝。那当然是某个程度，它也不能对内示弱，因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这个第3届的主席，他也希望去连任第4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如何抵御内部他自己本身政权的压力，他就要非常的小心，那他不能容忍任何的动乱。那所以在此时此刻，最好的方式，他也是要借由这个官媒的方式去跟内部说，没有，其实中国还是非常强大，美国是要听我们的。所以用这个方式去做信心喊话，也加固他原来在这个内部的一个政权上面的一个影响。好，但是在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还是看到美国在此时此刻，当然他用这个贸易战的手法，当然他自己也会让自己很有压力。美国内部也绝对会有来自企业界的压力，来自全世界的压力。不过因为这个90天的这个延展期目前还没有过嘛，所以我相信全部都在进行相关的谈判。我们甚至看到这个中国的习近平有跑去这个越南，要来跟这个越南的政府来进行谈判。那后来随之而来的是这个日本的石破茂首相也到了越南去进行谈判。你就知道在这个当中，其实到底每一个国家到底是决定要抗中，或者是要跟美国站在一起，还是要跟中国站在一起，其实都是一个拉锯战，那持续在进行当中，那还需要有段时间再来检视。接下来再回来。